山海经》不是神话，考古发现14万年前的巨型头骨，上古巨人族夸父或许真的存在。难道人神共存的上古时代真的存在过吗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2021年一篇发表在《创新》期刊上的文章引起人们的注意。上面提到一颗巨型头颅骨被认为是夸父存在的证明，因为这颗头颅骨的主人生活在14万年前，且体型巨大。我们都知道夸父逐日的故事，说夸父在追赶太阳的过程中被渴死。不过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，在《山海经》中关于夸父的记载还有很多，比如在《大荒北经》中就有提及后土生信，信生夸父。后土是主宰山川大地的神灵，也被称为后土娘娘，是远古大神之一。从这里来看，夸父也是神族的后裔，自身必然拥有超凡的能力。作为神灵的后裔，他们住的地方也非常不一般。书中记载到，大荒山中有山名曰成都在天。成都在天和成都没有关系，只是一个山名，但可以在天的大山也足见它有多么宏伟了。那么作为神的后裔，夸父的形象又是如何呢？书中写道，有人耳两黄蛇，把两蛇，右手操青蛇，左手操黄蛇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夸父体型巨大，两只耳朵上都挂着蛇做装饰，而且他的手上也各拿一条蛇，左手是黄蛇，右手是青蛇。这段描述着实有些骇人，一个巨型大汉满身都是蛇，谁看了都要害怕。不过耳朵上挂蛇可以说是装饰，在手里拿蛇就有些怪异了，所以有人认为手中的蛇可能是夸父的武器或者工具、权杖之类的东西，因类似蛇的象形，因此被描述成蛇。而《创新》杂志上提到的头颅骨之所以被认为是夸父，就是因为两者体型都极为巨大，并非寻常人类。不过夸父虽然强大，但死的也非常凄惨。关于他的死，《山海经》中有两种解释。第一种说，夸父认为太阳炙烤大地，导致人们苦不堪言，因此他决定去找太阳商议一下。然而夸父竭尽全力奔跑，都无法追上太阳，反而让他口干舌燥。于是夸父开始喝黄河水，但只黄河水还不够喝，他决定去大泽饮大泽水。然而大泽在遥远的北方，夸父的体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他到达，因此夸父被活生生的渴死在路上。这种死法已经十分凄惨，但第二种死法更憋屈。在《大荒东经》中有提到，当年黄帝和蚩尤大战，由于打不过蚩尤，便请神兽应龙协助。应龙来到后，先是杀死蚩尤，然后又杀死蚩尤的盟友夸父。夸父虽然是神灵的后裔，但毕竟神性大减，根本不是应龙的对手。只不过他没有招惹应龙，却被应龙顺手杀死，也确实非常冤。那么夸父到底是怎么死的呢？一个人总不能死两次。有人认为夸父并非一个人，而是一个种族，种族里的族长都被称为夸父，这样就解释了夸父死两次的迷局。那么这颗被发现的头颅骨真的是夸父吗？它是如何被发现的呢？1933年，哈尔滨一劳工发现了一颗巨大的头颅骨，直到2021年才被现代专家验证为14万年前的巨人族。让人震惊的是，14万年前的头骨主人似乎比现代人更具智慧。人类学家认为，这可能是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种族，也就是龙人族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那这个龙人族与《山海经》中的夸父有没有关系呢？夸父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，但90年前发现了一颗超大头颅骨，似乎证明他们或许真的存在。要说这颗头颅骨，还要讲一讲日军侵华时的那段历史。1933年，哈尔滨已经被日伪侵占，为了全面侵华，日本人抓捕了东北大量青壮年去修建军事工事。在这些人中，有一个识字的劳工，他在修建松花江上一座桥梁的时候，挖掘出一个人头骨。如果是平常人看到人头骨，可能会害怕或者觉得晦气，但此人却只觉得奇怪，因为这颗头颅骨明显比常人的头骨大。他敏锐地意识到这颗头骨可能不简单，再加上当时北京猿人被发现的新闻热度极高，他认为这颗头骨一定也非常有价值。不过当时兵荒马乱，他也没有人身自由，根本无法保障头骨的安全。为了不被日本人发现，他将头骨藏在家中的枯井，并用石板盖好。就这样一晃几十年过去，青年也已经变成老年。在弥留之际，他叮嘱家人一定要把头骨送到妥当的地方。于是他的后人联系到地质学家季强，将其上交给国家。在收到
到这颗头骨后，专家们马上对其进行研究，直到2021年，这颗头骨的秘密才被揭开。原来，这颗头骨已经有14.6万年的历史，是现存保存最完整的远古头颅骨。鼻甲骨和眼眶这些容易损坏的部分都保存得十分完好。根据科学检验，这颗头颅骨是一名男性，年龄在50岁左右，这在远古时期应该是非常高寿的存在。同时，专家们发现这颗头颅骨脑容量要比现代人多出7%，这意味着头颅骨的主人可能比现代大部分人都要聪明。另外，根据头颅骨的大小，专家们推测其主人身高至少有2.1米，甚至有可能达到3米的高度。根据这些信息，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一个从未发现的新人种，因为在14万年前，现代人的祖先智人还没有走出非洲，而这种巨型头颅骨在全世界都十分罕见。由于是在黑龙江被发现，季强教授和专家团队便将其命名为龙人。季强教授团队中的一位伦敦教授克里斯表示，龙人应该是人类的一个独立分支，没有走向直立人的阶段，自成一个系统。他们在当地缓慢进化了几十万年，最终和大部分人类种族一样，都走向了灭亡。由于智人是在4万年前左右才来到亚洲，因此龙人和智人之间可能没有太大的交集。不过，人们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，毕竟相关资料太过稀少，谁也不能确定4万年前龙人有没有灭绝。正是因为龙人的体型和智慧，有人将其与《山海经》的神话传说结合，推演出龙人可能是远古的夸父族人。不过，也有人认为龙人很可能是丹尼索瓦人的一种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《山海经》生物存在的证据出现了，考古发现14万年前的超大头颅，发现地点竟与逐日而死的夸父极为相似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前面我们提到夸父的2种死法，一种是逐日途中北饮大泽，还没走到就被渴死；第二种是被皇帝请来的救兵应龙杀死。人们推测夸父应该是一个种族，他们的首领都被称为夸父，因此才会出现死2次的情况。而且有人认为，哈尔滨发现的这颗超大头颅骨或许就是逐日而死的夸父，因为当初夸父去北方饮大泽水，这里的大泽说的可能是贝加尔湖，它是亚洲最大的淡水湖，只有它的水量会超过当年的黄河，所以夸父在饮完黄河水后北上，走到哈尔滨的时候力竭干渴而死。当然，这只是众多推测中的一种，毕竟那是14万年前的事情，我们只能借助《山海经》这种神话传说来了解当时的世界。除了夸父族的推测，还有人认为哈尔滨发现的龙人可能是丹尼索瓦人。那么什么是丹尼索瓦人呢？在俄罗斯的阿尔泰山脉上有一个神秘洞穴，这个洞穴中往往会有很多隐士遁身其中，其中一位名叫丹尼索瓦的大隐士就曾在这里修行，因此人们将这个洞穴称为丹尼索瓦洞。在2008年时，考古学家哈伊尔·顺科夫来到丹尼索瓦洞进行考古工作，意外发现了一批远古骨骼化石。这批骨骼化石中大部分是野兽的化石，但却有一根手指骨属于人类。经过考古学家们的验证后，该手指骨应该是一个从未被发现的新人类，她是一名女性，但身材却十分高大，这在已发现的人种中从未出现过。不过只有一根手指骨，人们根本无法复原其相貌。好在2019年的时候，考古学家们又在甘肃夏河县发现了一块夏河骨化石，从而揭开了丹尼索瓦人的更多秘密。他们发现这些骨骼化石已经有16万年的历史，他们的下颌骨极为发达，有巨大锋利的槽牙，这是他们生吃野兽的证明。而通过骨骼复原，人们发现丹尼索瓦人也比现代人要高大得多。之后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通过丹尼索瓦人的 DNA 做出丹尼索瓦人的复原图后，人们发现这个新人种的形象十分彪悍，和传说中的夸父族有几分相似。所以有人认为14万年前应该存在巨人一族，他们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，一度极为繁盛。不过这一切仍然是人们的推测，所以三者并没有混作一谈。哈尔滨的依然是龙人，甘肃的是夏河人，丹尼索瓦洞的则是丹尼索瓦人。至于巨人一族为何会毁灭，我们暂时无从得知，只能期待科学家们为我们揭晓答案了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